在你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活到最后的几辆蒸汽机车之一，很快它们就将寿终正寝，从此在铁轨之上销声匿迹。这里是新疆哈密市三道岭镇，中国西北最大的露天煤矿坐落于此，巅峰时期的年产量可达300万吨。自1962年起，蒸汽机车便参与到三道岭露天煤矿的生产建设运输工作中来。与蒸汽机车一同到来三道岭矿区的，还有来自东北、内蒙等地的技术人员。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，哈密煤矿筹建处改为哈密矿务局，三道岭矿区正式开始在南泉、后窑等处大量建设职工住房，与其配套的食堂、商店、学校、工人俱乐部以及银行等多种生活设施也拔地而起。但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，后窑在上世纪90年代前就已无人居住，如今只剩一片废墟。电影《无人区》和《诗人》都曾在此取景，因此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剧组仿制搭建的建筑。而距离矿坑较近的南泉，至今仍有一些老人居住，但这里的大多数设施也已几近废弃，即使是上世纪末兴建的板楼，也已破败不堪，随处可见墙面斑驳、波瓦脱落。游走在这里的街巷，你一定会有种身处上个世纪的穿越感。南泉居民区楼下时常还是可以见到3、5老人聚在一起，老人们很乐于见到生人，在与他们攀谈的过程中得知，国家曾先后从各个省区分别招收有志青年奔赴新疆，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内地的文化与口音，并最终定居在这里，成为了地地道道的三道岭人。都是开着那些个店啥的，啥的都有，这会儿就都敢走。与我们交流的这位奶奶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，子女孙辈早已搬到几公里外的三道岭镇上，但她还是舍不得自己生活居住的这片老社区与老邻居。谈起南泉的过往，老人津津乐道。巅峰时代曾有几千名职工在此工作生活，俱乐部门前也是热闹非凡。后来人们逐渐离开了，有些古稀之年的老人也会回到东北的老家。再后来，这里还在运作的蒸汽机车又引起了许多爱好者的关注，就连拍电影时留下的帝豪大酒店也成了一段有趣的谈资。天色渐黑，我们向几位老人道别，是时候再去看看那些蒸汽老伙计们了。我们有幸联系上了多年前认识的师傅，再度搭乘上这只钢铁巨兽。即使自发明之日起不断迭代，我们乘坐的这辆上世纪80年代生产的建设 B 型，归根结底也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。被发明出来近200年，蒸汽时代的机械还是那么令人热血沸腾。从老旧的灯具到纯机械的各类操作感，到处都透露着时代的沧桑。私北京啊，北京啊，北京。你们就拍这一块吗？啊，我们今天刚来的。哦。在铁道旁，我们还遇到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日本铁道迷。三道岭的蒸汽机车早在10多年前便扬名海外，多年以来，世界各地的爱好者们蜂拥而至这座小镇，就是为了一睹这些活着的正业真容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南站，伴随着清晨的日出，师傅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准备工作。随着接替正业工作的东风8 B 型和谐5 B 型内燃机车的陆续到来，我们愈发明白到了与这些老家伙们告别的时候了。将近150年前，蒸汽机车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如今已是垂暮之年的他们，是时候退休了。繁华落尽，蒸汽机车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慢慢飘散的烟气，逐渐远去的汽笛声，仿佛还在诉说着那段钢铁浴火的往昔。